本师释迦牟尼佛，顶念文殊智慧，顶念传承大安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我们今天呢，按理来讲是今天那个听课的人呢都必须得观定，但是呢，可能有个别人呢，就是也就以种种原因就是没有。但没有的话呢，我在想，因为这是毕竟是一个祈祷文，就这里面呢，就是并没有讲很深的一些修法和一些其他的，就是所以说呢，可能就是没有得过观定的话呢，就是自己还是要念10000遍的这个金刚萨埵信主，否则的话呢，听了就是对我也有过失，对你可能也不利，就是这个是要求啊，就是今天稍微，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祈祷文的话呢，就是里面所提到的可能问题不是很大的。我们这个祈祷文的话呢，就是无论是听观定的人，没有听观定的人，在藏地、汉地、印度、西方国家等等，就是凡是这个学藏传佛教的人呢，就是基本上都在这个念了，就是这样的话，可能问题不是很大的。就是说我今天呢，稍微有一点这个开示啊，就本来想是做一个简单的，以前法王如意宝的这个著作里面有一个什么这个结缘观定，就是这个比较简单，就是真正的观定我也不太会，但是呢，这个观定呢，就是我的话呢，就是也比较方便，就是也名字叫观定，实际上是加持，就是这个但是今天没有时间，就是以后再说。下面呢就是说这个祈祷文呢，就是祈祷文呢是这个摩诃仁波切这个造的，就是我们就前面就是先简单就是讲一下，就是这个有时候呢就有些这个就我们这个译本的话呢，就是可能学院有两个译本，就是然后以前最早的时候的是有一个译本，就是后来呢就是也有一些翻译的，但具体是谁翻译的我也不是特别清楚，应该不是我翻译的，但也许我翻译的也不知道，就是忘了，就是凡是这个韩文应该每个人都是在拉拢课诵经里面有，就是让你们自己看就可以。那么为什么要今天讲这个呢？就是因为我可能很早的时候的是说过，就是大概是今年这个夏天呢，去年夏天吧，现在可以不管藏历还是汉历都叫去年夏天6月份的时候呢，就是在五台山我发愿呢，就是自己就是念10000遍就是这个祈祷文，然后呢同时呢就是也是就是心里就是发愿就是这个讲一遍，其实这个讲呢就是应该是比较简单，就是可能7、8个颂字，就是6、7个颂字吧，但是呢它的内容应该说是非常的这个殊胜。很多道友可能有些念了20多年了，有些念了10多年了，但是呢，里面的这个内容呢，就很多人都就包括我们藏族的有些道友的话都是不懂，就是虽然会念藏文，但是呢，里面所讲的内容不太懂，就是所以我们大家共同想学习一下，就是这是这么一个目的。然后它的这个缘起呢，就是我是从这个五台山开始，就是当时自己也发愿，那么现在我们不是口头上说的，就发自内心的讲，应该从这个现在开始呢，尽可能的就是想饶益这个有缘的这些这个众生。但饶益有缘的众生的话呢，凭自己的这个智慧和凭自己的一些能力的话呢，就是现在不管是我也好，就是在座的很多金刚道友也好，其他人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所以一方面我们自己呢，就是也要发心，就是第二个方面的话呢，就是需要就是很多这个本尊空行护法的这个加持，就是但是我们自身的努力跟这个天尊的这个加持相比较起来的话呢，还有这个天尊的加持就是更重要。就是只是如果是不学这个佛教的人，或者说无神论的，或者这样的人呢，他可能不一定相信，就是他认为就是我们实践当中的任何的一些成功也好，就是他的这个梦想成真的话呢，靠自己的这个勤奋，就是除了这个以外呢，他觉得可能没有什么这个其他的这个途径。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我们要做任何事情，一方面有几个前世的一些因缘，那自身当中自身的这个努力，还有呢就是需要就是
就是一些这个外在的，就是有形和无形的这个帮助啊。这样以后呢，这种因缘汇合以后，我想呢，就是肯定许许多多的事情呢，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可以做的。所以我们这次呢，也是就是为了大家吧，就是大家呢就是共同这样的这个发愿啊，就我们可能有些人认为是啊，我就弘法利生，可能这个太广大的事业，对我来讲就是恐怕是就是不一定有什么这个希望的。其实不能这么想，就是也许我们这一辈子就是在这个实现上我就是稍微弱一点，但是呢，来自生生世世，就是我有这个弘法利生的一种这个因缘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法王如意宝这个在世的时候呢，就是他每次的是这个交钱呐，就是包括现在呢，就是以民措上师的这个名义来就是交钱，就是那么我们开发会的时候，就是一天就是大概4次吧，就是说是这个民措上师那个交100块钱，让这个所有的这个包括就是他的这个传承弟子呢，就是这个生生世世的就让这个绕以无边的这个众生，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法王如意宝就是没有圆寂之前呢就是他交这个多少钱，就是然后呢就是让大家念3遍，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念3遍，就是自在这个祈祷文，然后后来呢就是念这个5遍啊，就是念5遍。那么这个一直是我们这个上师们呢，就是他有这样的这种愿望。那这样的愿望的话呢，上师如意宝在世的时候也是说过，他说我自己和我的这个所有的这些传承弟子呢，能生生世世饶益众生的话呢，那么这个祈祷文是最好的，最有效的啊，就最有效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学院呢，可以说是在学院内部的话呢，应该说就是这部法师就是每天都是，就是至少也是在我们大的这个讲课的时候呢，就是一样念。然后小范围的一些包括一些辅导啊，就是这个时候也在念，就是所以说这是应该说是在学院当中是最重视的一个法门啊，就是不仅是学院，现在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啊，我都任何一个地方有很多地方呢，就是他们就是念那个法性仪轨啊，就是这些的他们不会念，但是这个祈祷文的话呢，就是都在念，就是有些那个就是偏僻的地方啊，就是有些老居士就是念。好多老年人聚集在一起，几乎就是好多人都是连这个牙齿都没有，就是全部都是白发苍苍的，但是他们也特别高昂的声音来，就是念那个自在祈祷文啊，这让他们还是很有表情的，就是所以有些甚至这个念字都不认识，就是这很稀有的，就这就是一种怀疑这个自在的一种这个象征吧，就是并不是我们一个一个推广，就是非要你念这个，就是我都是这么多年以来都是基本上也没有就是要求非要就是念必须要念，没有这么说，但是自然而然就是我这个听说是很多这个东南亚和这个西方国家的一些这个道友啊，就是有些佛友就是来说的时候呢，他们最开始这个学的时候呢，也是这个祈祷文，就是这也是一种这个缘起，就是所以我们这次呢就跟大家这个介绍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是就是这个祈祷文呢就是非常这个重要，就是那么这个祈祷文呢就是从这个外义上来讲呢，就是我们就是让这个度化众生利这个就是弘扬佛法，就是这么一个这种最主要的一种这个工具也好，最主要的一种这个方便法，就是可以这么讲。还有就是从它的内在和秘密的意义来看的话呢，主要是这个身心获得自在啊，能驾驭我们的这个分别心。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自己的是可能就是无法控制自己的这种这个烦恼和分别念和痛苦啊，就然后如果我们就真正能对着自己的这种分别心，能控制自己的这一颗心的话呢，那么我们不会也就是被这个外境就是所转。我们现在呢，就是并不是这个就是境呢就是随性转。应该是性就是随境转，就是那么性如果是随着这个外境转的时候呢，三界轮回的这些众生呢，就是都很痛苦，就是很痛苦的。如果我们任何一个人通达了就是性的这个本性啊，在那个时候呢，就是现有的一切呢都获得这个自在，都获得呢就是驾驭，就是就轻而易举的，你就可以呢就是让这个天下的任何非人的话呢，可以他们呢就是向你这个称是，而我们呢不会就是跟着跟着人跟着这个天界的这些人啊，如果我们每天都是
钻着这个水进去的话呢，那就是永远没有一个满足，就是非常的这个痛苦。所以时间当中的大多数的这些烦恼的话呢，因为身心就是没有就是得到就是跳入，就是这样的原因而导致的。那么这种这个方法，就是这种这个修法的话呢，就是可以说是让我们的这个身心呢，就得到这个自在，就是甚至我们在路上当中呢，就是遇到了一些这个不顺的这些的话呢，就是都要牵住。我刚才我们还没有下来，我们今天的最后第一组还没有完的时候呢，我们学院的一个管家就是在那个在喇叭里面说啊，就是说是因为我们学院最近就是下大雪，就是可能这个深圳的这个水啊，就是供应的话很困难。然后说是色达县有一位司机呢，他是在发信，就是15天当中用他的车来，就是开始给学院深圳拉水，就是然后呢，那个管家就是说是希望就是让他一切顺利，就是大家念一遍就是自在祈祷文。所以你看，就是他开车的人，就是如果路上要得到这个顺利啊，就是包括我们待会儿下课的时候，我们有些老年人就是在路上可能特别话，就是然后如果你特别害怕的话，那就是你路上一边念我是，然后一边拉着规章一边开始念。啊，就这样，所以这是确实也是这个有非常大的这种加持啊，就是有非常大的加成。再加上呢，我相信我们这个在学院这样的这个殊胜地方的话呢，这个怀疑啊，就是非常容易这个成就啊。就以前有一个扶藏大师的这个扶藏品当中的话呢，就是上师如意宝的是也有这个授记啊，就是说是这个什么这个怀疑山根莲花开，就是上师专辑里面有怀疑山根莲花开，什么这个拉荣九音这个飞空中啊，就是飞翔到空中当中去，然后洪亮声音这个传世界啊，飞禽阶级比什么？就是比喻一下，就是凡是意思就是说，这个授记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莲花自在，就是怀疑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山沟里面，就是像莲花一样的，我们这个拉荣这个山沟啊。那么这里的话呢，就是这个上师如意宝是这个落弱，就是落弱的这个他受这个就是记得吧，应该说就是飞翔就飞禽的这种，然后这个金翅鸟呢，就是金银丝质的金翅鸟，金翅鸟呢就是飞翔于这个空中。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有这个传出就是特别洪亮的声音，就是传遍这个世界。那么世界各个地方的这个飞禽呢，就是聚集在这里，就是听说它的这个这种面貌动听的这个声音，就是这是就很多年以前的一位这个大德的这个授记当中有，就是所以我们要修一个法的话，那就是它的这个环境呢，它的一些缘起呢，有非常的这个重要。所以我个人的话呢，说实在就是对怀疑是非常有这个信心，因为我自己可能我们这里好多道友也会有这种相同的这个因缘吧。就是我是刚开始来这个拉荣山沟遇到的第一个法门呢，就是这个九本尊的这个法，就是因为我们就是85年的时候啊，85年的时候大概是可能5月份在那个时候就是上师如意宝。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我刚刚就是参加那个法会的话，那就是我们这个我那天问了一些就是老喇嘛，就是他们都是应该是我认为是这个是第一次的我来这个山沟的第一次参加的法会呢，也是这个拉荣的应该第一次的这个成名法会。就是原来我们不叫这个成名法会，就是叫这个九本尊法会，就是九本尊法会。后来呢，就是在这个九木金堂落成开光的时候呢，就是当时这个来自各个地方的这个上师特别多，僧众特别多，就是然后法王如意宝呢，就是不仅是我们人间的这个出家僧人那么多，就是应该是这个世界各个角落的，就是那些这个赐名者啊，就是人和非人的这些赐名者，应该就是人和非人全部加起来有10万个这个赐名者。这次呢，就是参加九本尊的会，就是九本尊的这个法会，就是不是会议啊。那么就是这个法会，就是所以呢，就是称之为是这个赐名10万法会，就是10万赐名法会，就是当时从此之后呢，我们这个学院的这个法会呢，就称之为叫做成名法会，就是也是成名的话呢，就是修密宗，就是已经获得成就的这样的一个菩提伽罗的这个人称啊，就是人称。所以我想呢，我个人而言呢，就是的确也是这个法，就是已经也可以说是这个每年就是至少也是就是念一些。
些就是刚开始的时候都是每年都在这个参加，一次都没有去。但是这几年以来呢，就是出去讲课啊，就是又经常这个去这个法会，就是每一次就是不能参加法会的时候呢，就是心里很不舒服的。就不过我们有些道友的话呢，就不需要参加的时候呢，就是心里很不舒服，很舒服，就是就这次不用参加法会了，就开始离开了，就是很高兴，就是也可能跟我这个有些心态是不一定相通的。就不管怎么样呢，我是对这个法门呢，就是有特别大的这个信心。我希望呢，我们在座的这个学院当中的这些人呢，就是应该也很重视，就是最近开法会也是大家很积极的。然后其他的一些道友，就是包括这次出去的人啊，还有这个外面的一些这个我们这个学会和非学会的一些佛教徒啊，就经常我看这个网上也有很多的这个道友啊，就是那么这些的话呢，你们真正要就是现在这个参加法会啊、修本尊的这个仪轨的话呢，就是暂时这个因缘没有成熟，但是呢也可以就是念念这个刚才有人也给我这个请求啊，就是在外面就是通过这个一些途径，就是说是要念个救本尊的心咒，我们把门我是怎么改个我儿个大个的妈的，我们得真大常常该是的轰炸然后这个一个是念咒语，就是这个是救本尊的，就是综合咒，就是所有的这个救本尊的这个咒语呢，就是全部综合在一起，就是这样。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祈祷文呐，就是这个祈祷文呢，就是经常这个念诵的话，那就是完全可以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生活当中，生活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其实是很痛苦的。就是说实在，不管是有钱的人、没有钱的人，有地位的人、没有地位的人，对自己的这个家人什么这个感情啊、生活啊、金钱啊、地位啊、财富啊，有好多要面对很多的。所以说呢，就始终觉得是这个就是这个人生呢，就是并不是很这个快乐的。但是这大多数都是我们这个心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关系啊，就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说呢，我们要这个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法门，就其实经常呢，就是修这个法的话呢，应该就是救本尊的这种价值，还有呢，就是有许多的其他的这个护法空性的价值的话呢，让我们的心呢，就是逐渐就是得以这个澄清，心清净，心得到调伏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它就是驾驭外境，就是这个时候呢，其实这个名称的话呢，我们有些当中讲的是这个怀疑这个祈祷文啊，就是有些呢就是自在这个色素这个祈祷文，就是其实也可以叫做呢，就是什么这个驾驭现有之这个祈祷文，就是都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如果怀疑祈祷文的话呢，意思就是说这个成就这个怀疑啊，就成就怀疑的这种这个祈祷文，就是也就是说祈祷的是谁呢？祈祷的对境呢就是救本尊。那么祈祷者是谁呢？就是愿意，就是希望，就是让我的这个怀疑这个完全这个成就，就这样的就所以呢，祈祷者呢就是我们。那么祈祷的对境呢，就是这个救本尊为主的浩瀚这个入海的，就是一切这个圣众啊，就是一切圣众。所以这个名称的话呢，就是它是主要是让我们这个成就怀疑的一种这个祈祷文啊，就是这个祈祷文。那么怀疑呢，就有些人可能就是以前也是没有这个学过密法方面的。一般我们这个学习密宗以后的话呢，那么最后就是实现这个他的事业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读一个这个大学，就是读一个大学的话呢，那么就是大学毕业以后的话呢，你要做什么事情？就是你要参加一个工作。那么工作的话呢，就是那你有可能这一项那一项，就是有多少的这个你要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修密法的话呢，如果自身的这个成就呢，就是在这里面并没有讲究的。当然是修四种事业需要自身的成就，但是主要是你要这个自身的成就的同时呢，就是利益众生的时候呢，有这个四种事业。那么四种事业当中的第一个呢，就是熄啊，就是熄灭的熄。也就是说呢，不管是自己也好，别人也好，熄灭一些这个疾病啊，就是然后这个魔种啊，还有一些这个争论啊，以及呢就是各种这个违缘啊，就是那么这样的这种修法呢，就是叫做是这个熄
细法啊，就是细法。我们以前这个般若法门当中也是有，密宗法门当中也是有，包括我们修这个金刚萨埵的这个法呢，就是应该说是一个细法，就是它是这个什么，就细灭我们自相续当中的无始以来所造的一切的这种罪障，就是那么通过这种方法来修，就是这是一种法。然而细正坏也，就是还有一种正，就是那么增上，就是增上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修学的过程当中，就是增上这个名声啊、财富啊、地位啊，那么甚至这个我们的世间和出世间的一些智慧啊、福报啊，就是这些也要增上。那么这些也需要有些这个修法来可以这个增上的。比如说你要这个想开智慧的话呢，就是修这个文殊法门啊；你要想这个增加这个慈悲的话呢，就是修这个什么观音法门啊。那么你要像那个增加一些这个财富的话呢，就是修这个财神法等等等，就是这些呢，就是叫这个增业，就是这个增的这个事业。然后坏业的话呢，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心就是获得了这个自在，或者是人和非人呢，就是原来的是你就像他们束缚他们，想驾驭他们，想控制他们的话呢，就没办法的。但是你修了这个法以后呢，你以后整个这个世界当中呢，原来就是谁都不听话，就是那你这个修的就是越来越多的啊。原来比如说你父母也反对你，亲友也反对你，人都不理你，就非人也不理你，就经常这个害你，还要那个甚至这个路上遇到小狗的时候，他也不恭敬你，就是等等等。那么这种时候呢，我们就是修这个坏业，就是修坏业以后的话呢，首先就是自己的这个身心就是得到自在，就是你心的不可能的话呢，你要像这个束缚或者是征服外在就是不可能的。然后呢，你自己自信得到这种真实的这种进化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外在的确实我这个是深信不疑的。你看我们这个上师如意宝的话，其实是在这样的这个文化大革命以后的那么就是做事就是特别黑暗蒙盛的黑暗就是强盛的这个时代当中出世，但是在那个时候一个人的这种能力的话呢，就是应该是远远超过就是多少人的这种能力啊。就其实我们现在有些法师也好，有些人的话呢，他的这个坏也得到自在的时候呢，你不一定要辛辛苦苦的就是去到每一个人那里去，求求你可不可以皈依一下？就你可不可以就受个菩萨戒？我今天一定要给你传了，就没有问题的。我这个品牌是100%是正确的。你就不用这个苦苦的这个求很多人，就是你心里面很想弘扬佛法利益众生，但是呢，你怀疑没有成就之前的话呢，谁都不管你，就是嗤之以鼻，就是不会就是不屑一顾的，在你面前的话呢，会这样的。如果你自身的这个内心得到就是一种这个怎么说啊，就是一种这个跳入，就是再加上呢，就是真正这个诸佛菩萨的这种加持的话呢，就是甚至你是一般般的，就是特别普通的一个人，但是你将来的这个弘法利生的这个事业呢，就是也会广大的。再加上自己的这种生活也好，就是以前上师如意宝讲过，我们如果怀疑这个成就的话呢，那么甚至是你的这个生活呢，就是也会改善的。比如说你以前没有吃的，没有穿的，就是特别就是痛苦，就是每天都是所有的钱都是用完了，就是到处去借，就是最后呢，人都看到你的时候都害怕，因为他是不是来借钱呢？就是那后来呢，就是你就修了这个法以后的话呢，那么就是很多人都找你这个借钱贷款。所以呢，就是这个法就是应该是这个很深的，就可以这么讲，就是这些方面应该就是比较多的。但是我呢就不说很多啊，就是今天，总而言之呢，就是这个坏业就是这样的。然后这个还有密宗当中呢，就是这个相互业，就是周啊，就是业这个。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就是大悲就是已经这个妙理圆满的时候，没有这个自私自利的心，就完全这个真悟空性的时候呢，通过一种像密宗的，比如说这个马图明王法门啊，或者是金刚觉法门呢，那么通过这种方法来让这个毁坏这个佛教等等，就是有些野蛮的众生呢，把他的这个就是心识呢，就是可以进行这个超度，然后呢就是自己啊，就是让这个获得自在，就是但这个是一般来讲是在四众怀疑当中，就是四众事业当中是这个是比较难的。表面上看难的是好像这个是不是真的这个杀生啊、相父是有点这个就难以接受的，但实际上呢，这是也是一个
个特别超胜的一种这个超度方法，就是有这样的这种这叫做是咒语，就是什么这个西真怀有这个四大事业呢，就是在佛教密宗当中呢，就是它是特别的一种这个修行。当然，你有些对密宗不了解的人，有些对密宗呢就是有一些偏见的人的话呢，他不一定相信，就不相信也没办法。我经常就是举这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一个特别好的这个药的话呢，那么对这个药物一点就是不信任的人的话呢，他就不相信。但是他不相信的话呢，还有这个很多人呢，就是会有用药的，就是所以说也不缺，就是有些人就是对密宗呢就根本就是不相信，他不愿意修，也不愿意就是而且听到这些的时候呢，就是他觉得这是天方夜谭，就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的话呢，那这是这个，因为他自己呢就像是这个朝北方的这个山洞，就是永远也是不会照进这个天上的阳光一样的，就是这种人呢，就是得不到这个密宗的加持，就是所以说这也是就是我们就也不管他，就是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密宗当中的话呢，就是一般真正这个有缘有信心的人呢，就是才能这个成就啊，就是才能可以成就，所以。希望呢，就是这个这个祈祷文呢，就是应该这个经常念诵，就是那么这个祈祷文呢，就是它初一和能一还有这个末一，就是三个当中的话，第一个就是初一呢，就是这个题目啊，就是也就是说怀疑这个自在祈祷怀疑这个祈祷文也可以说，或者说是驾驭现有这个祈祷文，就是加持之语啊，就是加持语，就是其实它的加持呢，就是特别的这个。就是多啊，就是应该说是像这个夏天的云当中呢，就是降下这个雨水一样的，就是那么我们谁就是去祈祷的时候呢，就是自然而然这个加持的这个云当中呢，就是那么就是出现就是这种这个它的这个力量的这个加持啊，就是也可以说是这个加持呢，就是很快的时间当中，就是让我们这个获得，就所以这是我想呢，很多人呢，就是都会念，就是以后呢，我也希望自己想真正这个获得解脱，就是生生世世。上师如意宝的这个法愿里面有特别深的缘起啊，就是他并不是说是现在就是法王原来不是讲过吧，就是他说我如果缘起完了以后的话呢，我这个下面有很多传承的这个弟子，我们这里有个别道友的话呢，上师如意宝的这个声音都没有听过，就是他的发声都没有见，摄声都没有见过，但是呢，上师这样的这个设置，就是我们今天拥有念这个祈祷文的话呢，就已经在这个上师的慈悲加持这个运之下呢，我们就是生活着的，就是应该说是上师的这种未来的这种说实在的一种这种智慧啊。我们刚开始来到这个山沟的时候，我都有时候真的这个想啊，就是我自己今天早上我在念仪轨的时候，一边念一边在想啊，因为就是第一次的这个开这个慈悯，就是这个慈悯法会的话呢，应该有上师的很多的智慧的这种构造啊，就是当时的是应该是我在这个学校里面就是还没有完全读完，但是特别想出家，就是我在想就是应该是一种无形的这个加持呢，就是就构造过来，就已经就自己的是身心就是没有得到这个自在，就是应该是上师的一种这个无形的这个加持，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很多人呢，可能包括有些寺院当中的话呢，就是也有很多像这个弘扬佛法，就是摄受弟子啊，就是这样的人倒是比较多，就是尤其稍微有一点离太近，但很多人的心理相也是不一定就是有这么好的一种因缘，就是他的这个视野是不一定很广大，就是所以上师如意宝呢，一方面是他说实在的，就是释莲花生大师的时候的这个金刚项目，就是那么这个了不起的大成，就是他应该有这样的这种能力。但另一方面的话呢，确实这个怀业就是自在，就是应该说是这个西真怀珠当中的怀业已经这个成就，就是这样的原因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关系啊。否则的话呢，上师如意宝圆寂以后呢，按理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山沟里面的是应该会变空的。就是最早的时候，我们的想法也是这样的，我的想法也是这样的。一旦上师如意宝离开这个时间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可能是会不会来一趟色的，就是即使来的话呢，也许可能这个
个山沟里面就是全是变成一种废墟啊，就即使有个别的修行人的话呢，可能我们都是根本不认识。就是我的上师就是在上师如果做了的这个3年4年，就是会不会还学院就是部分的人在原来一直这样想过，但如今的话呢，我们这个怀业的这个力量就是上师如意宝的这个他深浅的这种发愿的话，那就是我们对这个佛法就是起到很大的这个作用。就是这一点呢，我们不是什么这个赞叹，就是自己的上师就是门峰仁波切在有一句话当中也讲过，就是有这个虚构的语言的话呢，就是即使对自己的根本上是也不要去赞叹。就是所以我也就是在梦中也是没有这种想法，就是要这个说一些真实的语言是作为我们一个实践的人来讲也是很重要的，更何况说是作为一个就是应该说是在这个学习佛法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呢我是这个很直接的一些自己的想法讲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怀疑就是你们每一个人就是把它当作是自己终身这个修行，不管到哪里，我都是经常这样的，不管到哪里，哪怕是就是去一个寺院。去一尊佛像面前的话，其他发愿的时间没有，我也不太会。但是呢，我就念3遍，就是这个祈祷文，就是然后念3遍，就是祈祷文，就是我们以后可以叫怀疑祈祷文也可以吧，就不然名字太长了。有些就是有时候自在祈祷，有时候大自在祈祷文，凡是我们学院里面对这个祈祷文的名称是比较多的。但我们以后。怀疑祈祷文怎么样？就是但怎么样，反正用不同的解释方法都可以，你们自己，就所以呢，以后就是自己在任何地方，就是原来上师如意宝去各个地方，世界各地去朝拜就是然后就是拜这个朝拜一些佛像寺院就是包括就是印度就是各个深山，就是去这个朝拜的时候呢，先念3遍就是这个祈祷文，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道友们呢，就是念普贤行愿品和念这个自在祈祷文就是非常这个重要，然后自己也是早上晚上都。这个念这样的这种祈祷文的话呢，就是依靠生存的价值，自己身心就是获得自在。那么首先呢，就是这个祈祷文的这个论义呢，就是分3个方面就是他这个认识这个对境的这个坛城就是这个祈祷的这个本尊坛城，还有呢就是这样这个祈祷，就是最后呢就是讲这个祈求这个。求悉地就是也就是说要认清这个坛城就本尊就是祈祷对境的本尊，就是如何这个祈祷的这种方法吧，就是祈祷的方法。祈祷的方式，还有那个最后求悉地。那么第一个呢，就分为一个用咒语来这个祈请和，还有用这个下面的这种真实这个祈祷文，就是对，祈祷的对境呢，就真实宣讲那个祈祷的这个对境，就是有2个方面。首先是第一个呢，Om Ahom Shi就是这是藏文当中也是这样的，韩文当中也是这样的。那么就是为什么前面有个 Om Ahom Shi呢？就是它是用这个咒语来这个祈请，用咒语来祈请的时候呢，Om Ahom呢，以前我们也是讲过，就是这叫做这个中持咒就是也就叫做呢，就是4方3世一切佛的这个身金刚，什么玉金刚、意金刚，Om是这个一切诸佛的这个身金刚，然后这个呢是这个玉金刚，Hom呢就是意金刚。也就是说呢，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些佛的这个身口意就是身意义的话，那就是全部用 Om Ahom 来就是可以这个祈请，就是所以以前白珠功德当中专门讲了很多 Om Ahom 的这个功德，就是我在这里呢就是不光说然后后面就是为什么有个事呢？因为这个法门的话呢，就是它是那个莲花部，就是在密宗当中就是莲花部，也就是呢，就是下面所讲到的这个九大本尊就是九大本尊的所有的这个信主呢，就是可以用这个事来代替就是下面我们会讲那个无量光，这个发生这个无量光，还有这个报身呢，就是金刚法，然后那个化身呢，就是莲花生大师就是化身就是莲花生大师，然后呢就还有这个观世音菩萨这个这个密支父母周明父母还有这个马图明王还有这个这个金刚海母和这个大自在天就是大概有9本尊，就是这个以前有个中的一个唐卡画嘛我跟大家应该好像拿了有没有？这可能这个比较小，就是以后可能每个道友都应该
这个话呢，就是以后我们可能有些当中有啊，就是希望我们道友们以后可能自己因为经常念诵，就是我们的有些书里面也可以放一下。其实这个呢，法王如意宝就是生前的时候，老人家特意安排，特意这个让这个非常著名的画家就是画的。那么这个的这个也是叫做这个旧本尊了。虽然这个旧本尊的人顶呢，就是有很多的大德呢，就是有不同的这个说法，就是然后这个旧本尊的衣柜呢，就是莲花生大师的这种副葬品呢，就是后来法王如意宝的前世这个副藏大师雷若朗把太开去的。然后这个祈祷文呢，就是是门峰仁波切祈祷的，就是所以按理来讲呢，就是这个次第和这些都是不一定完全对的应，但是呢就基本上都可以对的应。所以我们要给大家认识，就是这个祈祷的这个对境的话呢，主要是这个旧本尊。当然，旧本尊的话呢，每一个本尊都是由无数的这个眷属和一些圣尊所围绕，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旧本尊的时候呢，这个最中间的，我们先从中间下来的话呢，中间的最上面的这个呢，就是这个法身啊，就是无量光佛，就是也就是阿弥陀佛，就阿弥陀佛呢，就是相当于是这个普贤如来，就是其实这个画法稍微有一点差别，就是但它里面的话呢，就是普贤如来是蓝色的，然后这个法身无量光呢，就是低音的，相当于是一个这个法身啊，就是法身那个这个什么啊，就是普贤如来一样的，就是红色的这样的一个。然后呢，就是再过来以后叫金刚法，就是这个是报身金刚法，就是那么这个呢是相当于是我们金刚持如来，就是金刚持如来呢，就是颜色方面就是不是红色的，就是这里呢就是报身，就是说你拉至宁何处的，就是这样的一种金刚报身法。然后中间的这个呢，就是是白色的，就是有些说是这是金刚萨埵，但是我们这个就祈祷文当中呢，就是莲花王，就是他是莲花生大师，就是莲花生大师是化身，就是阿弥陀佛是这个法身，就是然后金刚法呢就是报身当然有些说是金刚法呢，就是一个菩萨，就是汉地一些唐密当中也有金刚法的菩萨，但是他也是莲花部的。但是我们这里呢，我自己认为是应该是中间这个呢就是这个什么，就是报身，就是然后呢就是莲花生大师，就是莲花生大师呢就是主要是这个跟其他的这个身世不同，就是可能是就是因为这个这个大黄黄讲的时候，它有其他的原因，就是所以诸尊呢是这个白色的，就是莲花生大师啊，就是中间是。然后从那个你们的这个左边下来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呢就是红色的这个红观音啊，就是书上拉着的这个莲花的。然后这个呢就是应该是这个密支父母，就是这个是作密父母。我们下面每一个都会讲，就是先大概的给大家讲一下就好一点。然后这边这个呢就是你们的这个应该是右边吧，是吧？这个最上面的这个呢，就是说这个马图明王啊，就是马图明王。然后到这个呢，就是金刚亥母那么最下面的呢，就是大自在天，就是这是红色的，就是全部都是红色的。所以我们这个旧本尊呢，就是祈祷的时候啊，就是其实我们这个开慈密法会也好，平时自己有一个小小的这个照片呢，就是放着在佛堂里面呢，就是这样的时候，我们经常都是念，就是有些人都可能念了好10几年了，就是那这样的话呢，本尊的这个加持的心呢，就是非常大的。当然，这个是真正的一些密宗弟子，就是才是好。不然的话呢，可能现在的有些对密宗的深深见解不了解的人呢，虽然这里面都是没有什么这个双语呢这些，但是呢，稍微有一点就是，比如说这个就是带有这个故事的这个裸体声啊，就是这样的话呢，有些人就是产生这个邪见呢。那这样的话呢，密宗的这个真正的这种内容呢，就是他还没有就是完全明白，就是所以这种人呢，就是念密宗的有些真正的这种道理呢，就是不能就是让他就是接受，就是所以我今天呢就是也是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那么这9个本尊的就不管是这个无量光佛，这个化身无量光佛也好，报身这个金刚法也好，法身莲花生大师也好，那么他们的这个信主的话呢，就是都是世字，就是虽然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有些信主呢，就是也有这个红字的，就是红字的，但是呢，就前辈的一些大的说的话呢，就是在因为特定的这个莲花生大师，其实莲花生大师是阿弥陀佛的这个信件呢，就是就是发出这个誓志，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就入海里，就是海里就变成这个在莲花当中就是
降生的这个莲花山大师，就是所以说他是跟莲花部就是非常有关系，所以他的这个心咒呢，就是也是世子，还有这个周明父母也好，红观音也好，还有这个什么这个密制父母也好，这些都是心咒都是世子啊，就是世子。然后呢就是这个金刚海母和马图明王，还有这个大自在天的话，那就是那么他们的这个心咒呢，也是这个种子咒是世子啊，就智子。所以为什么是这里嗡啊吽世的话呢，就是所有的这些救本尊的这个种子咒呢，就是这个世子。那么这个种子咒呢，如果这个前边的这些这个具有加持的这个金刚语的这种种子咒啊，那么种子咒来这个念诵的时候呢，那么这些本尊呢，就是在神意当中，就是或者说是空性当中呢，他们都是原理，就是四边八系，就是一切这个思索和相状的这种这个法界身。但是在现象上呢，说化众生的这种这个三缘的善根，这个因缘。还有呢，就是他的这个前世的这些法缘聚合的时候呢，我们用世子来就是呼唤，或者是念诵的时候呢，就是自然而然，就像一个这个就是什么就是独自的这个就孩子呢，就是在这个呼唤的时候，就是母亲呢，就是自然而然就是来这个寻找他一样的，就所以呢，我们就是有时候就是一些僧者们的这些这个加持啊，就是僧者们的这些金刚语言呢，就是有这么一个方法啊，就我们念为什么是念嗡嘛呢叭咪吽摄的，就是这个咒语的，就是功德那么大，而且我们念这个阿弥陀佛啊，或者阿弥陀佛的这个心咒的话呢，就完全是跟这个佛和菩萨呢，就是可以。就是相应，就是这个是这个咒语的这种能力的话呢，就是不可思议。就是还有，因为咒语和种子咒呢，就是一个是就是我们用这个铁钩啊，就是用铁钩来就是把这个玉就照过来，就是那么就是勾照过来，就是那么这样就是我们通过念这个种子咒的话呢，这个圣尊在这个缘起上显现上的话呢，就是让它可以就是它的价值呢就是迅速。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就是这个弟子的话呢，就是他就是特别悲悯的一种这个语言来就是呼唤就是他的上师的时候呢，那么上师具有这个悲心的时候呢，他不得不关照，就是同样的道理。这种这个为什么前面一个嗡啊吽世呢？就是中的来讲呢，就是所有的这个十方诸佛菩萨的这个身口意综合，就是那么所有的一切圣尊呢，就是来这个加持我，就是有这么一个缘起。那么分别来讲的话呢，这9个本尊为主的，凡是莲花部的这些能加持我们就是身心就是得到自在，怀疑这个成就，而且呢能驾驭就是整个世界的所有的这些本尊呢，就是自然而然就是来到你的面前，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祈祷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应该还是有一种这个信心呢，就是包括我们开慈密法会的这个前面的赞文的孝子当中，都是有用一种这个念诵的时候，包括我们早上这个念皈依记的时候呢，就是有一种他这个孝子里面说是用一种欢快的这个心呢，就是开始念诵这个皈依啊，就是因此我们这个什么怀疑祈祷文的话呢，很多人都是好像确实也有这样的，就是一看好像本来是有些人是很这个出迷苦念的，但是念这个怀疑祈请文的时候的话呢，就是很那种这个开心的，就是表情也是比较不同的，就然后有些人就是拉着这个什么转经了啊妈吽是对金宝罗文给不真的对都说都被一些个，好像自然而然就那种自己的这个心的所有的烦恼都已经没有了，就是从表情上也是我都可以看出来，确实他有一种这个加持力啊，就是他一边要这个转经论就是说我想是不是讲不完，所以说我一直在拖，好像时间还没有走是吧？那么第一句就前面我们讲这4个种子啊，就是首先他讲的那个应该说是这个课盘当中的话呢，就是人事对境啊。人事对境的话呢，就是它也分2个方面的。应该前面是这个救本尊的这个功德吧，就是前面是救本尊的功德，或者是所以就是这个其实这个丹字活佛有藏文的一个丹增讲错活佛有一个藏文的这个词所其他文的一个讲义，但是这个讲义如果我原来想是翻译出来，但是翻译出来的话，里面引用很多的复藏法和还有一些。
其他的这个个别一些大德们的这个教言，就是所以这个教言呢，好像我们直接就是翻译出来的话呢，有时候可能也比较难懂，就是所以，但他的刻盘跟我的有些这个刻盘，再加上是有些解释方法上面呢，就是可能有不同的这个解释方法。你们懂藏文的话呢，可能每个人的这种解释的这个方式方法上面呢，不一定完全是相同，就是自己的一些理解啊，就是自己觉得这样的话呢，就是也是一种解释方法，就包括你们也可以这样，这个通过自己的智慧来，就是可以介绍。但按照我的话呢，就前面的这个就是4句吧，一个寄送吧，也就是说呢，就是大乐炽然，怀入宫殿中，空乐圣妙观察，智慧生，你与具乐年华自信中。金刚日大光明至圣斗，那么这个颂词啊，这个颂词的话呢，就应该说是这个旧本尊。下面我们所讲到的每一个旧本尊的话呢，它都有这个它的一些这个特点也好，就是它的一些就是作为就是后面的这个旧本尊的我们就是讲那个什么语法的时候呢，就是什么这个后面的注意的什么庄语啊、定语啊，就是有这种说法吧，就是所以呢，就是它装饰这个后面的就是有些这个功德，就是应该可以讲的。那么首先是第1句当中呢，就是讲在这个旧本尊的这个所以的这个住处啊，就是他们的这个住处是什么呢？就是大乐炽然怀有宫殿中，就是那么就这些这个旧本尊，不管是法身、报身、化身的话呢，那么他们住在什么样的呢？就是大乐，就是其实大乐是一种智慧，就是并不是我们特别快乐、特别安的，就不是这个，就是它是一种原理，就是一切这个思维的就是超越，就是我们世间法的一种这个特殊的这个智慧，就是那么这种，那么智慧圣然、智慧残然的这个化也，就是这个它的宫殿的话呢，那么就能这个怀入一切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宫殿。当然，这种宫殿的话呢，它有法身宫殿和报身宫殿和化身宫殿，就是不同的。如果它是这个法身宫殿的话呢，那么就是超越一切这个这个逆变，就是远离一切，就是上下诸方，就是以及这个思所言语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不可言说的智慧的这种本性，就是叫这个超越。如果是它是报身的这个宫殿的话呢，那么这个报身宫殿呢，就是也可以说是具有这个五种这个庄严的啊，就是具有这个五种庄严的，还有这个具有这个无量殿的，就是我们讲这个大皇王的时候呢，就是它是有这个密眼插图的一切就是内外的这个庄严啊，就是包括一些无量殿呐，就是它的这个诸位的一切。但是这种呢，就是一般凡夫人是根本没办法看到的，就是也就是说是大乐智慧，就是缠染的，就是这是这个就菩萨们的这种化业这个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宫殿。如果它是化身的话呢，那么也就是说呢，就是相当于是我们这个极乐世界，或者说是特别这个清净的这种插图啊，也就是说是这个大乐智慧呢，就是就完全就是这个显现，而且呢，就是这里没有不清净的一般的世间的这个土啊、这个石头啊，以及这个树木啊等等，就是这样非常这个清净的这样的这个宫殿。所以不管是这个法身、化身、报身，就是任何一个的话呢，那么就是它的这个就本尊的这个住处啊，就是这个住处呢，应该是就是第一句话就是这样讲的。然后那个第二句就是空乐圣妙观察智慧圣啊，就是那么空乐圣妙观察智慧圣的话呢，这个是主要是讲他们的这个就本尊的这个智慧圣啊，就我们下面所讲到的，不管是法身、报身、化身，就是还是这个现的这个菩萨，就是那么这些呢，就是全部都是乐空无二，也就是说呢，就是不变的这种这个乐，就是大乐智慧。然后呢，就是一切这个极为殊胜的这种空性呢，就是其实空和乐的话呢，也就是说一个是对境的层面讲的，一个是有境的层面讲的。也就是说，这个智慧跟这个外境呢，就是融入一体，就是不可思议的这种境界。那么这样的这个境界呢，就是完全是就是融入一体的，也就是说是五种智慧当中的妙观察者。我们知道这个一般来讲呢，就是什么这个成所作智啊，还有这个大愿经字啊，就是法界心字啊，妙观察字啊，就是讲这个五种智慧啊，就是讲这个就是有这个五种智慧。
那么这五种智慧当中的这个妙观察，妙观察的话呢，一般我们实践的这个贪欲，就是贪欲方面的这些无度里面的这个贪欲呢，就是最后就是变成了这个妙观察智。也就是说，妙观察智慧的话呢，就实际上是能通达一切这个玩法的这个本相，但是在现象上呢，一点都是不混杂的，就全部都是就无有混杂的方式来就完全就是了知的。那么下面所讲到的每一个就本尊的这种智慧身是什么样呢？就是它是实际上是乐空无二无表的，具有非常这个深妙不可言说的这样的这种妙观察智的这个本性啊。五种智慧当中的话呢，当然就是它下面所讲到的，比如说这个发生无量光有没有这个其他的智慧呢？肯定有的，就无制度全面，无制度这个齐全的。但是在这里主要是这个妙观察的这种现象，就是这个是我想呢，就是下面的每一个这个圣尊呢，就是有妙观察这个的智慧身体啊，就是这个是这样的这个智慧身体，这个是每一个圣尊都具有，就是他们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你与具了莲花自性中，也就是说，他们是每一个佛呢，就是实际上是，比如说这个东方的话呢，就是金刚部，然后南方呢就是报身部，西方是莲花部，那么这个北方呢就是是这个事业部啊，就是事业部，就是中间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如来部，就是我们讲这个五部佛啊，就是其实唐密当中也是有，我们这个藏密当中的话呢，就是都是有，就是讲这个释放五部佛。那么五部佛的话呢，就是每一个佛呢，就是它这个。相当于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中心，就是它的这个中心。那么中心的话，这次我们修的这个花叶，那么花叶的话呢，实际上是它是属于这个莲花部的。那么莲花部的这个表现的话呢，比如说从颜色上面的话呢，就是主要是这个红色的。然后这个最后这个修成的以后的话呢，就是到哪里呢？就是到这个西方这个无量光佛那里的。所以上师如意宝以前也是讲，我们这个现在呢，就是在座的人都是这个发愿以后往生极乐世界的，所以呢，就是这样的这种法呢，就是就是特别就是不管是从机过道，就是在哪个层面来讲呢，就是非常的这个就是非常的这个适合。所以这一句呢，就是主要讲这个他的这个它的怎么说啊？就是五部当中的，就是选择这个莲花部。什么是莲花部的话呢？那么莲花呢，就是从比喻方面讲的，就实践当中呢，离开所有的贪爱和贪欲啊，就是离开贪欲的这种具了智慧、大了智慧。大了智慧呢，就是无量光佛的这个莲花部，就是下面所讲到的菩萨，就是全部都是属于这个莲花部，就是它颜色也是除了特殊的以外，就是全部是这个红色的。所以我们一般下面我们讲那个，可能有些修法的时候也是一般这个红色啊，就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就是那天我们不是要求就是念自在祈祷文的时候，很多人就是卖那个红色的这个念珠啊，我的这个像那个这次一定要多念一点。我当时刚开始，你们很多人是刚开始说一个哇，就是大家都好像我前天看了，很多人拉的这个念珠的话呢，就是就。并不是哪天卖的那些，就是那天当时我们学院的这个商店全部都是卖空了，就是那些那个就是商主的话呢，不断的提价，原来他们卖的5块钱的话，那后来就是500块钱，就是也有这样的。但是，不管你500块钱也50块钱也买来的话呢，就是本来是当然是如果是一个念珠来修也是可以的，就这个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如果你要选择就是不同的这个本尊的时候的话呢，就是以前白玉派的一个老上师，就是他修的法门比较多，他有10几个念珠放在一个口袋里面说的，他每一个本尊的时候呢，就是摸，就是然后又开始最后他老了，就是有时候看也看不出来，然后自己摸就这个是我是修观音菩萨的，就是然后这个来了。然后完了以后的话呢，那天我们道友当中也有一个，就是他有7个念珠，结果被小偷全部都完了。他就很上心的，就是我说还是要多修暗认，就是说其他的可以，我的念珠上面就是认不了，怎么办？所以我们这个呢，就是将前面的所有的这个旧本尊的话呢，就是主要是它是这个，比如说莲花呢，就是在这个于理不染啊，就是于理不染。那么就是一般莲花部的话呢，虽然在实践当中，但是实践的这种贪欲呢，根本就是对它就是没有这个染污的。不管下面的修作命佛母也好，就是修任何一个本尊，尤其是现在我们这个末法时代的时候呢，就是人们的这种欲望贪欲啊，非常的这个强烈，就是很多人无论是年轻
轻人也好，年老人也好，就是面对贪欲的时候呢，自己的是无法控制，就是很多人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设戒啊，或者是破戒啊，或者的话呢，就是自己的修行呢，就是经常就是没办法，就是获得这个驾驭。就是以前上师也讲过，就是如果与其这个像那个出家人也好，受居士戒也好，就是像自己生生世世这个要戒律清净的话，那就是修这个祈祷文，就是还有呢，就是祈祷这个周密护摩的话，那就是也非常这个把所有的一些。染污的分别念的话，那就是马上就是会得以这个清净，就变成呢就是妙观察智，或者呢就是以这个如来的这种莲花部的这种加持，就佛菩萨的这个加持呢，马上就是就像那个什么点睛器呢，就是把这个铁啊就变成镜子一样的，就是原来的不清净的分别念呢，很快的时间呢就是变成这种无垢的这个智慧，就是所以说这个下面的所有的这些佛的话，那就是其实具有这个莲花部的就是莲花部，就是这是前面是供养，就是第一句，第二句是讲这个他们的这个智慧身，第三句呢就是讲那个他的这个中心就是如来的这个中心。那么第四句呢就是我们藏文当中都是建议曼汤瓦金布花，也就是说金刚日大光明至圣的，就是金刚是光明的。那么这个金刚日呢，就是金刚是这个不坏的意思，就是无为法的。然后就是日呢就是太阳，也就是说呢，那么这个日光吧，就是这个它的这个金刚日的光明的话呢，永远不会毁坏的，就是智慧的这种大光芒。大光芒是什么呢？就是它是红色的这个光芒，一般月亮是白色的光，就是太阳是红黄色的光。那么这种光的这个，也就是说呢，就是它有什么样的这个能力呢？就牵出这个黑暗。就是牵出黑暗，牵出什么样的黑暗呢？就是我们这个怀疑，就是不能这个成就的分别、邪见、恶念就我们无始以来的是身心不得到自在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自私自利的心的这样的一种黑暗，这个黑暗愚痴。这种黑暗的愚痴的话呢，那么全部都是金刚，就是大日这个光芒、智慧光芒来这个牵出，具有这样的圣德，就是这个是下面的旧本尊的每一个本尊呢，它具有就是也就是说牵出我们相续当中自私自利为主的这个不能成就坏业的这个分别依案这种这个依案呢，那么就是无论是这个报身也好、化身也好、佛法身也好，还有这个本尊和空性目，他们的这个金刚日般的这种红化身的这个智慧让这个牵出或者说就消除，就是驱散我们所有的这个黑暗，就是所以说呢，这个是应该是从他们的这个事业就是这个事业方面吧，就是我们这个身语意事业上面，我是这样但这种解释方法是可能不知道别人可能不一定就是解释就是我是这样想的这样的话可能因为下面呢我们这个就本尊就是每一个都要这样，就是所以这个前面的也有些呢就是解释说是这个金刚日大光明是发生无量光的功德，就是但这样的话呢，好像那个前面的这个四个偈颂呢有点就是很难这个解释吧，但这样的话也有一种解释方法吧，就是也可以解释，就是每个人的这种理解和解释方法都不相同的，就是所以说呢，我自己认为呢，可能是不是下面的这些这个每一个九大本尊的话呢，可能我们下一节可能就是一个一个的介绍，就是九个本尊就是在说的。那么九个本尊介绍之前的话呢，他们有共同的这个住处，是这个怀疑自在的这个宫殿，他们有共同的智慧呢，就是妙观察智慧，他们有共同的什么这个中心的话呢，就是也就是说这个莲花部就是他们都是莲花部，他们有共同的这个慧德的功德的话呢，就是能去除就是我们这个坏业的这个未品的，也就是说坏业未品的这种黑暗的，就是大日这个金刚就是大日金刚的话，文殊真实明经当中也讲了，就是说是金刚大光明，就是也就是说就是金刚大光明的意思呢就是说能这个牵除就是一切这个黑暗，所以说这些每一个佛呢，确实也是让这个牵除。我们现在在座的人呢，说实在的，我们在这个事件当中，自己也没有能力这个弘法利生和调伏自己的烦恼，就是很多人都是还是就是比较迷茫的。但我们就一种这个非常虔诚的这种恭敬心来，就是祈祷的时候呢，那么就诸佛菩萨的这些这个加持呢，就是不可思议的，就是应该是让我们就是很快的时间当中呢，
我的这种烦恼就是贪心为主的这些烦恼呢，就是全部都会这个就消除，就是而且呢，自己跟这个救本尊无二无别的，就是以后呢做什么就是这个修行也好，弘法利生也好，很多方面呢不会有很大的这个障碍，就是所以呢大家就是一定要就是通过这种方法来祈祷吧。就是本来我想救本尊讲完，但是呢，是不是我前面有点啰嗦，就是因此今天就讲到这里。Bandara Banma Sadar